如何？回殿下，奴婢仔细检查了外殿与内殿，均无他人，只有郡主一人在殿中。王爷放心，郡主一切安好。哼，三殿下现在既不用担心小女的安危，也不用担心小女窝藏刺客了吧？这回放心了吧？宁王言重了。 萧星豪，萧星豪，萧星豪。
会以身相许。许你个大头鬼！一通剑寒烧阵崩，而如今看落红，随回忆飘在空中。这枪刺射了忧伤，在心里激流汹涌，辗转后又落空，在我心中留下的痛，像无尽黑洞。我望楼台外烟雨下，贪爱恨酸落花，这一生多少年华，都付与牵挂。我触不到你的发，回忆像流沙，逃不出怎作办？我望楼台外烟雨下，望不到你的天涯，这人间多少风华，不如你轻挂。风吹过我的脸颊，热情失了肉麻，放不下。小心好，你个登徒子！宁主席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只我一人吗？小心好，我不喜欢费心费力的猜来猜去，做了决定又质疑后悔，举棋不定。我与其他女子不同，我不在乎什么所谓矜持或羞于启齿。此刻，我只想知道你的答案。只你一人，永生不变。没有弱水三千，从来都只有你。我从不信什么永远，人都是善变的。我这一路走来，连血脉亲情都不尽信，但唯独你，我愿意去相信世人口中那些所谓的永恒不变。可我又害怕，我害怕天长地久，你总有一天会感到厌倦我。我想用力抓紧，却又怕伤了你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。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不论前后永恒或瞬间，不怕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总会奔向你。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晚年。听闻昨日云泉宫进了刺客，险些毁了郡主的清誉啊！臣。
是令人动容啊！朕观岳西郡主灵秀大方，朕甚是喜爱。也不知道朕这些儿子当中，有没有他中意的。殿下们若是能看上希儿，那是希儿的福气呀。你觉得老三怎么样？三殿下文武双全，甚是良配。不过不知怎么着，与希儿不太对付啊。那太子如何？太子芝兰玉树，可是，爱卿，但说无妨。臣说这些话可是冒犯了天威啊！请恕老臣爱女心切。上次希儿无意间替太子殿下挡了一剑，他虽不说，但臣知道，小女心悦于殿下。但是殿下一直身体虚弱，臣担心，臣恐怕小女以后孤苦无依，臣有罪，臣有罪呀！看样子是岳西郡主本人喜欢太子，但这老狐狸又担心太子早夭，因此不太放心呢。你说父皇真的会准太子娶了宁初曦？在父皇眼中，镇国公府跟太子是真不和还是假不和，我们尚未可知。但如今太子失弱已是事实，宁王府和镇国公府，一个驻守北疆，一个驻守西域。如果岳西郡主加入太子府后，便可以拿太子牵制宁王府，三方势力制衡，何乐而不为？爱卿，你只是尽了一个父亲的职责，何罪之有啊？谢陛下体谅，老臣只是说了一些心里话。但若陛下替希儿旨，不管是谁，都是我们宁王府的无上荣耀啊！这老狐狸，怕不是算准了朕不敢乱点这鸳鸯谱。看来今日这棋又白下了。所以你们已经……嘘，我跟他棋埋得很。不过这云泉宫可不比私宅，人多眼杂。既然这三皇子知道宁姐你在，为何还是一副要强闯进来的样子？难不成他想毁你清誉，坐收渔翁之利？我就知道我的闺蜜没有一个废的。那我们这样，哇，这么大！正所谓风浪越大，鱼越肥。谁说的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号外号外！贵圈风云录加更啦，劲爆款，大家快来看呐！来，号外号外，大家来看，贵圈风云录加更啦，大家快来看呐！号外号外！小姐小姐，您真的太神了！谣言真的愈演愈烈，现在五花八门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上热搜了。怎么说？是这样的，今日苏小姐在贵圈私塾发布了她的新话本，洋洋洒洒数十万字，分析了京城贵人圈里不为人知的暗心往事。就是，现在那些人几乎都被牵扯进去了。搞这么大，估计某些人要坐不住了。希儿的身子可痊愈了？谢娘娘关心，已经都好全了。希儿马上年过18了吧，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，对未来夫婿，可有什么新？
小姐们都这么说。唉，这希儿啊，千万不要听外面的胡言乱语。这林家只不过是一个庶女，即便是希儿看得上她，也不过是一个儒人，无需介怀的。看来小白花在孙贵妃这儿混得不行啊。哎呀，本宫最近事务有些繁杂，有些累了，那咱们改日再聊。是。你月，那个林家庶女，你要是实在喜欢，成亲后纳了便是，你非要弄得人尽皆知吗？北疆传来了战报，北琼果然出兵了。哼！你就放心吧，你父王可是朝廷的猛将，等着我凯旋而归吧。小美啊，再过2个月就是年关了，咱们府的年货该置办起来了，衣服也该做起来了。小姐，不用这么破费的，咱们府上下人的衣服每季都有新做的呀。好啦，老头不在，我这第1次当家，咱们这年一定得过漂亮了啊！听我的。还真是晦气，哪哪都有只小白花。想来不久后，我就有幸叫郡主一声姐姐了。哼，笑话！你我既非姐妹，又非密友，你哪来的资格叫我姐姐？哼！等到郡主入主3皇子府，我可不就是有幸能唤郡主一声姐姐了？你瞎说什么疯话呢？
是谁闯了进来，直接就冲着郡主来了。他们掳走了郡主，我想拦没拦住。来人！你们几人，给我将这宇昌阁围住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你们带人给我全城搜，人不够就回王府调动所有府兵，城外也不能放过。还有，派个腿脚最快的去通知太子府。是。就真的难逃了。京城各处眼线遍布，他们藏匿不了人，他们不敢在城内逗留太久，带人去城外搜。是。你速度点啊，我还等着呢。知道了，你把我放，这娘们细拼那肉的，我先替你验货。你快点啊！好。好了，你别费劲了。这麻金伞可以要到10几匹壮马，更别说你这样的小娘子，叫啊，叫不出来了。一会儿啊，还有你哭的时候。酒酒不吃吃罚酒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滑落之间再爱一
片，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你来了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。等等，你的剑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去吧，别怕。无论前无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晚年。就是这双手，今天第一次杀了人。不久前，我还以为萧协恒当着我的面杀人，而拖了几天，现在却已经可以自己动手将人杀死，我还真是长进了呀。醒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醒过来想见我，却见不到我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我没事。还好太医说只是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害怕吗？你知道吗？那把剑落下的时候，我的2只手都在抖。不，我当时一直看着你，你没有抖，你很果决，也很勇敢。可是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手现在还在抖？
他就不会动了。你不用担心，我没事，我只是一时无法适应。我能有什么事？难不成你还怕我自杀？林玉带想通过这种方式逼死我，他可太天真了。我不会死的，小心好。我从来不是什么贞洁烈女，贞操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就算当时我被人侮辱了，我也不会。咫尺一眼，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，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，再爱一遍。哭吧，没事的，我在。我当时都怕死了，动都动不了。你为什么来的这么晚？我以为我自己要玩完了。他妈的，林玉带从哪找的这么恶心的人？我要弄死他！还好我藏了3次在手里。我亲手弄死了那个男的，我可太厉害了。亏了吗？有点。怎么了？像一直在你的身边到晚年。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。许长阁的人都处理了吗？幸亏郡主婢女当时将宇长阁封了起来，不让任何人进出。现下宇长阁内所有知晓郡主被掳的人，已经全部签字画押，登记造册。将林一代身边所有涉及此事的人全部灭口，事情给我办得干净一点。是，凡是与此事有牵连的人，我们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那林玉带他，这件事，只怕他希望自己亲自动手。给他喂下麻金散，关到暗牢里去。是。至于你，自己去刑房领罚。是卑职失职，卑职这就去刑房。
你这是看了什么呀？我才能在这里看到你。玩忽职守，显著大错。你知道的，我行刑从不手下留情，除非……废话少说。这个傻子。不是我说的，你这顿鞭子挨的可真是一点儿都不冤。哎，你呀，虽然行事比我靠谱，但眼里却只有萧星航。明知道他对岳西郡主不一样，却还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这100遍，可真是一点水都没沾。好了，既已受罚，便是两清，以后别再犯就行了。疼不疼？没事。林一代，你想怎么处置？我要弄死他！帮我的2个人都没了，没人对峙。我当时怎么没想着留一个呢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。可报官处理的话，我被掳的事不就都知道了？虽然我不在乎什么名声，可我不能如了他的意。明的不行，那就暗杀吧。也不知道老头子留给我的府兵够不够用。不过，必须要去抓这个小尾巴。老头尚在前线，如果现在弄死他，等着消息反弹，那不是给老头子添麻烦了吗？喂，我在这认真思考对策，你不帮我你还笑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若你想取他性命，我让怀六他们去做就行。即使萧旭会怀疑，也不会留下证据。我就怕萧旭发疯乱咬你，毕竟是原书男主，还是要避免萧旭的主角光环给萧星航带来什么麻烦。我没事的，更不惧生死。萧星航，我只说一遍，
我既然已经答应嫁给你了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我觉得你很可爱。京城知名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究竟是采花大盗重出江湖，还是闺中小姐为爱私奔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哼，姐姐，你比我标题党多了。我这京城第一八卦号应该退位让贤。少贫嘴，能不能想？姐姐交代的事，肯定漂漂亮亮的完成啊！嘿，号外号外！京城才女林玉带离奇失踪，给你，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号外号外！来，号外号外！京城日报每日关注，号外号外！是啊，是个人吗？那么小，这是谁呀？怎么躺在这儿啊？是个人，姑娘，这是谁家的？这不是林家那个才女吗？林玉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他这样好像丢了清白啊！我没有，看什么看？都给我滚开！滚！都给我滚开！林玉带总想着做人群中的焦点，声名鹊起也好，身败名裂也好，他不都得偿所愿了吗？下一步，通知萧旭接人吧。
徐哥哥，我真的没有。虽然我已经什么都记不清楚了，但是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而且徐哥哥，玉儿心里从始至终只爱过你一个人，又怎会与他人私奔？好了，不哭了。那是谁掳了你？你心中有没有怀疑的对象？罢了，玉儿，如今是多事之秋，我今日留你在这儿，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。玉儿，你知道的，皇家最要的就是体面，若是被有心之人拿去做文章，与我很不利。罢了，或许我与三皇子的缘分本该如此。玉儿，最后，三皇子再与玉儿喝杯酒。徐哥哥，玉儿这么做，都是因为太爱你了。旭儿，旭儿，姨母叫我。你今天说有事找我，可我陪你在这儿坐了1刻钟，到底有什么事，让你这么难以启齿啊？姨母，旭儿想，旭儿想求你向父皇请一道圣旨，替旭儿赐婚。怎么，旭儿这是想通了，想娶那岳西郡主了？
玉儿，最近我政务繁忙，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了。她就是那个失踪了好几天，然后衣不蔽体被扔在大街上的林府小姐。是她呀，失了清白了。就那还好意思来找三皇子，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货色，还想着飞上枝头当凤凰呢。当初还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西郡主抢风头，一个庶女而已，仗着三皇子的宠爱和郡主叫板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。宠爱，现在三皇子躲着她呢，避之不及，还夸自己是那个京城第一才女。小姐，这就是报应。萧旭遭人算计，也算吞了哑巴亏，遭此报应。对这个结果，你可还满意？还行吧。而在我看来，还不够。眼看他高楼起，眼看他楼塌了，还挺有戏剧性的。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他这个结果也是自己选的。秋霜寒凉，老夫人身染风寒，缠绵病榻，念及远游亲眷，心中郁结，盼希儿归家，以解亲人思念。我离开益州时，祖母还精神矍铄，怎么会久病不愈了呢？往日她最是疼我必须回去看看。你要回益州？我父王尚在前线。吧，不用担心我，我能自保。要不我称病，我陪你一起。别闹，现在正是京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的时候。可是，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，可若是争不了权，夺不了势，即使此刻你陪着我，往后也是护不住我的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你放心，这回我肯定处处小心，绝不让自己身陷险境。萧星恒，你都装了什么呀？我是去探病，又不是举家搬迁。多带点总是没错的，这些都是珍贵的药材。虽然我不知道宁老太太情况如何，但总有一样可以用得上吧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私印，若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带着它去找益州刺史赵康玉。益州刺史可是地方3品大员，益州最高的行政长官，居然是你的人。你忘了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？还有这个，送给你。鸢尾花的手镯，帮我戴上。
好看。一只手镯可不够，准备好聘礼，等你回来。好。回禀郡主，宁老太太得的是风寒，好在不是肺痨，应该是风邪入体，因年纪大了痊愈的慢，再加上治疗不当，炎症累积，才拖成了现在这样。可能治疗？可以的，只是所需药材珍贵，好在咱们来益州前，殿下为您准备了大量药材，正好可以用上。只是宁老太太年岁高了，这病恢复得慢，急不得。能治就好。哎，臣这就去准备。祖母，你听到了吗？您的病能治，以后可千万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，要配合太医好好治病。好，不说了，都听我希儿的。多亏了希儿带来的太医和药材，不然母亲的病不知何时能好。该三叔好好谢谢你才是。三叔见外了。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父亲尚在前线，宁家全靠三叔一人撑着，这些都是侄女儿应该做的。哎，我听闻圣上为你跟太子赐婚，也不知太子为人如何，你是否能跟他相处得来啊？希儿，这婚事可是你自己。
小姐，您的点心。哎，管家。哎，外面怎么这么多哭闹声啊？我这几天看到好多人家都在办丧事。最近城中死了许多人吗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入冬的原因，城中好多老人都患了风寒，都挨不住了。按理说今年冬天还没有去年冷，但这1个月陆陆续续走了好多老人。都是在这1个月里？是，就是这1个月，连那个棺材铺的生意都好了很多。哎，小姐，您是觉得哪里不对吗？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你这都生病了，怎么还在打扫啊？谢郡主关心，只是奴婢是负责花园洒扫的，其余负责的姐妹也都染上了风寒，奴婢担心无人值守，这才让在这打扫的。你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看。这么多人都染病了，府上郎中就没来看看吗？回郡主，府上郎中来瞧了，说是普通风寒，也都给开了药，可有痊愈的？说来奇怪，好似还真没有痊愈的。不过大家都只是咳嗽，并没有其他什么毛病。因为怕影响主子，所以我们染病的也都没敢往内院去。今日实在是没有人手了，奴婢才带兵进。没有别的症状，只是一直在咳嗽。小美，去吩咐外面所有的人都远离这个院子。怀柳，去找些侍卫，将宁府暂时封了，让他们远远守着，不。我担心祖母的病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我这就去。可是希儿你，以防万一，我也需要一同被隔离。这怎么行呢？我怎么向大哥交代？三叔别担心，有徐太医在呢。现在控制住疫症才是最要紧的。行，我这就去。走。郡主，你猜的没错，经过下官反复确认，确实是疫症。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最先咳嗽的是东院里负责外出采买的小厮出现了咳嗽，后来与他同屋的小厮也都相继出现了咳嗽的症状，而且最先染病的那几个小厮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热的症状。下官用了各种风寒常用的降温方法，但是都没效果。也就是说，这疫症的症状是先咳嗽，再发热。是。那祖母一直咳嗽，会不会也是？郡主请放心，宁老太太虽然也有咳疾，但是肺病，脉象也跟这些患了疫症的人不同。她没事就好。这些患了疫症的人看似风邪入体，但他们的脉象要更沉一些。之前郎中开的风寒用药也是没有半点效果。那知道疫症是怎么传染的吗？我们这些人是否也会患上疫症？
这些人都是在接触了有咳嗽症状的人之后3天才出现了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观察3天，没有出现咳嗽症状的，均是没染上的。是的，郡主在这儿已经待了3天没有症状，所以郡主已经平安无事了。宁府应该没有新增的感染者了吧？没有，幸亏郡主当机立断，及时封住了小院儿，所以疫情才得以控制，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。此疫症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，不代表没有在乙州传染开来。可是明明已经传播1月有余，为什么城中一点防疫措施都没有？郡主，这可使不得郡主。徐太医，还请您劳心费力，尽快找出治疗之法。这乙州城的百姓，就靠您了。郡主请放心，下官定当竭尽全力。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但此刻我必须做些什么。殿下，乙州传来消息，说是发生了瘟疫，圣上已经秘密下旨封城，现下正召集各位大臣殿前商议。郡主到。不知岳西郡主到访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赵大人多礼，倒是我突然来访，惊扰了大人。啊，哪里哪里，郡主客气了。此次到访是因瘟疫一事。不瞒郡主，下官收到宁家消息的当天，已经找大夫确认了瘟疫一事，当即将此事上报朝廷。避免瘟疫流传出去。大人，外面现在已经……郡主，这话说晚了。下官刚刚收到消息，宜州城门已经从外面封闭，现在的宜州无人能出。这么快，京城到宜州？不论是一差800里加急，还是飞鸽传书，最快都要10日才能送达。封城的消息今日就到了，说明最起码10日之前，京城就收到了乙州瘟疫的消息。而那个时候，
乙州的丧事变多，不过刚刚出现了一点苗头。这究竟是有人未卜先知，还是说这场瘟疫本就是一场阴谋？其他几个都送过来了。大人，城中百姓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有瘟疫，现在全部聚集在隔离点，闹着要出城。守城士兵喊着要将他们格杀勿论，我们快拦不住了。快我们出城！臣以为益州人口数10万。一旦因为疫情引发暴乱，3成的城卫军怕是也难以抵挡，还请圣上调兵提前镇压防范。臣以为瘟疫自古死者10有8九，此乃天灾，非人力所能治愈。避免瘟疫扩散，增加死伤，应死守益州，不许任何人出城。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商贸发达，耕地众多，更有人口数10万。若是弃城，不仅尸横遍野，此后益州耕地无人种，商贸无人理，对我朝更是损失惨重。关键时刻就应该壮士断腕，虽然代价有点大，但却能保附近其他州县百姓安危。再说了，如今益州瘟疫横行，如此天灾，又有谁敢进城援助？谁说没有人呢？圣上如此英明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居心不良的要弃了我宁王府的族地。臣不负所托，北琼已鸣金收兵，主帅撤离，只留了小部分人镇守边境，已无再战之意。此战我朝大获全胜。好，爱卿辛苦了，朕重重有赏。臣只是做了分内的事，此次回京，听闻益州疫情严重，心中难安，便匆匆赶来，未曾换甲，还望圣上恕罪。哎，无妨，爱卿担忧家人乃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啊？既然爱卿回朝，那你对益州的疫情可有对策呀？回陛下，臣以为必须驻扎重兵防守，这样能防止疫情蔓延，防止百姓暴动。但是益州不可弃，若弃了益州，百姓人人自危，恐怕产生暴动啊。若益州可弃，其他城池皆可弃。若在此开了先河，如果疫情一旦泛滥，那我朝便救不了一人，守不住一城，此损失巨大。陛下，千万不能开这个口子呀！宁王说的轻巧。益州疫情泛滥，如此严重，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城中救助？臣愿前往。哼，可光您一人可不行。若要派人，那便只能增兵。各军队均驻守边疆，所隔甚远，御林军守护皇上的安危，皆不可轻易调动。臣这次大胜归来，特准了北疆将士常年未归家的假，此刻已经在城外，臣尚未解散呢。带了多少人？5万人。你这是私自带兵入京，你耳朵是聋了吗？我只是准了将士们的假，让他们一同陪我回京，而且我为了急匆匆的面见陛下，所以才未将他们解散而已。哼，爱卿刚从前线回来，理应休养生息。目前益州的疫情尚未明了，
爱卿实在是不可以以身涉险呐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另派他人领了你这5万精兵前去支援。爱卿，你看如何呀？这，儿臣愿带宁王前往。你是一国太子，怎可以身涉险呢？正因为儿臣是太子，所以应该以天下万民为己任。益州不仅有儿臣的爱人，还有我大理数10万臣民。也罢，将这5万军队交给太子，那宁王便无话可说了。既如此，着太子领5万精兵前往益州赈灾吧。儿臣领命。多亏殿下传书，我才带回这么多将士，不至于让益州成为一座孤城啊。还是要多谢郡主。既然希儿这么看重你，那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您请说。我在京城看住这些牛鬼蛇神，但是你要保证，从益州安安全全地把希儿带回来。您放心，我定以性命护之。郡主，虽然城门被封，但我有办法送您出去。你能送我1人出去，但能送宁家那么多人出去吗？赵刺史，益州为何被封？城中瘟疫，还不让我们逃难，朝廷是放弃我们了吗？是啊，让我出去，我不要在城里等死！你们是要逼死我们吗？我们要诸位，请听我一言，益州被封是为了防止疫症万一，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。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现在，各位应配合官府，减少聚集，防止疫症传染更多人。你骗人！外面的兵说出城者杀无赦，你分明就是想困死我们，你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城中的高官世家早都跑光了，留下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。你们这些判官分明就是罔顾人命！罔顾人命！本官还在城中，今日之前，根本无闲杂人等知晓瘟疫一事，说有人提前出城，根本是无稽之谈。赵大人的意思就是，你明知道益州有瘟疫，故意瞒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喽？我看赵大人就是故意借着想留在这里的幌子，欺骗我们这些老百姓了。那些有钱人都跑光了，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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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带的人多吗？本来不多，但是属下刚刚从人群中看到了不少太子府的人，应该是殿下从京城派来的，刚进城就堵在这儿了。通知宁府所有的侍卫和府兵，要他们全部赶来城门，维护秩序。加上新来的人，应该能拦住这些百姓一时片刻，不让他们冲出城了。你能从人群中直接把他单拎出来吗？我看他面生不像益州人，也没在这次病源中见过。明白，郡主放心。我在萧血府上见过你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会发现。
怕你们自寻死路。你们以为你们人多，城外的士兵就拦不住你们吗？你们确定要拿命跟城外那些带刀带枪的士兵拼上一拼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出城是死，留在这里也是死，那要我们怎么办嘛？是吧？是不是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放不出去！谁说留在城内就是死啊？此疫症不是不治之症，太医和大夫们都在研究治疗之法。若你们出去后发病，试问，又有哪个大夫敢接诊？又有哪个大夫能比城中的大夫更加知晓治愈之法？更何况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了，未染病的人，只要听从官府的安排，就不会被传染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又是何人呢？你怎么能保证朝廷来的是援兵，而不是来困死我们的？就是啊，况且那些有钱人都跑了。就是啊，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是啊。我乃宁王嫡女岳西郡主，更是皇太子妃。只要我还在城中，只要我的父王和未婚夫婿都还活着，就无人敢弃以周城。岳西郡主。真的假的？没见过岳小姐。郡主，你刚才也太厉害了，特别是您将那个挑拨离间的奸人斩杀的时候，简直跟个杀伐果断的女将军一样神气。说实话，刚刚那么多人盯着我，腿脚发软，头皮发麻。还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想才适合我。逼着一个社恐大庭广众之下演讲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嘛！郡主，目前城中百姓们已经安顿好了，只是这城中药材极其紧缺，还有重症患者的治疗因为缺少人手，这都是大问题。徐太医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那臣告退。这个马上磨好。快好啊！这个拿去滋。来来来。好酸吗？慢点，慢点。见过郡主。小春花呢？我给她带了糖葫芦来。小春花昨夜病发，没能救得过来。郡主，都
是下官无能，至今未能寻得治疗方法。好了，姐姐真漂亮。那姐姐下次来的时候啊，给你带糖葫芦吃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真乖。若是这场令如此多恶宫之人失去生命的瘟疫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，我定要让背后之人付出同等的代价。打听到了吗？我找到了金月来最先办丧事的10几户人家，居然有一大半都出自同一条巷子。同一条巷子？怎么这么巧啊？若这疫症真是人为制造的，那这巷子必定就是制造疫症的源头。你马上出发，挨家问一下，看看他们平常生活所需的物资的采买和用水都是哪里取得的。是。看来这场瘟疫的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敢问大娘，你们最近采水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最近采水都在什么地方？就在那个地方。郡主，打听到了，静安巷位于西市，大部分人采买物资都会去西市。静安巷的尽头有一口很大的水井，普通人家院子里没有水井的，都会去那里取水。水井？那去水井看看。这口井最近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奇怪的事情？啊，对了，刚刚还有个婆婆抱怨到，说之前不知道哪个泼皮无赖将不要的旧衣服扔进了井中，大家都骂了好久。旧衣服？去请徐太医过来，让他带人验验这口井。是。娘娘，益州那边已经被宁初熙查到了。死了还是聋了？我要你们有何用啊？一群人斗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有脸来见本宫？他还是杀了不就完了？这么简单的事还来问我？废！宁初熙背后有宁王，有太子，益州刺史对他都是言听计从。我们的人在聚众的时候还被他抓了杀鸡儆猴，他身边还有一个身手不凡的护卫，想要下手恐怕很难。他在益州待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染上疫病，还真是命大。他到益州的时候，郡主，附近所有的药商把药价翻了几10倍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王府掏空也无济于事。周围几个县呢？都一样。
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是啊。郡主小心！怀流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把怀流扶进房间去。啊，是。得将宁府所有的侍卫和下人全部再筛查一遍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暗桩。太医，郡主，还好，那一刀扎进去的位置不深，万幸避开了脏器，再加上治疗及时，怀流已无生命之忧了。那这伤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哎呀，郡主放心，臣先开几副止血消炎的药来，后续慢慢调养即可痊愈。郡主，属下如何担得起郡主行此大礼？救命之恩等同再造，你如何担不起？郡主言重，保护郡主本就是我等的职责。可你是萧先恒的人，若不是听命去保护我，本不用跟我一起进入宇宙，陷入险地。郡主不必自责。本就是怀流心怀愧疚。你对我有愧？之前，郡主被林玉带陷害，我本奉命暗中保护郡主，当时我就带人守在了羽长阁之外，但是，因为我的掉以轻心和疏忽大意，导致郡主被掳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此事，怀流难辞其咎。你是说，此前萧心恒就让你暗中保护我？属下以命相护，是知道，若是郡主出了事，主子不仅会疯，怕是最后也不会躲活。属下越去，本不该跟您说这许多，但属下只是希望，郡主不要因为属下受伤而心怀愧疚，也希望郡主千万要珍重自己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但无论如何，你救我的这份恩情也是实打实的。小姐，小姐，收到消息，殿下他们已经到城外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玉安堂出事了！许是这伙人知道刺杀失败的消息，又得知朝廷援兵马上就到，因此想在这里不顾一切取我性命。若是一会儿刺客进了玉安堂，我会掩护郡主向前跑，郡主只管往城门附近跑。程卫军和主子应该马上就能赶到。玉安堂内全是老弱病患，若是这群刺客冲了进来，整个玉安堂都凶多吉少。郡主，不要想这么多了。郡主准备好，一会儿我让您跑，您就立即往前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别动了，还不赶紧走！郡主，快跑！跑啊！ ！郡
快一点！怀留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